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鹏频道。我们继续来透视姑姑华人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的最新进展。截止目前陈立人一方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多份医疗记录，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场看似正在走法院审判流程的谋杀案，已经慢慢的演变成了一场由律师操控、制度配合，而真相被渐渐稀释的法律攻防战。拖延、造假、沉默、塑造人设轮番上演，而陈立人未来在法庭上被判成无罪的可能性正在逐渐的加大，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案件到了庭审阶段打的就是控辩双方的实力、辩护策略和证据了。今天这期节目阿鹏就和大家一起扒一扒控辩双方的具体来头和动作的细节，来彻底透视一下这场越来越不对劲的谋杀案的审判。首先，我们将镜头对准陈立人案件背后最关键也最容易被一带而过的人物，他就是陈立人的辩护律师施罗德。看看这位美国的金牌辩护律师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他又是如何通过时间战术一点点为陈立人的装疯卖傻争取操作空间的呢？施罗德，美国湾区专打重刑犯无罪辩护的金牌律师，他是一位从业超过40余年的顶级刑辩老手。你别看他现在做私人律师，早年间他可是体制内出身，在圣克拉拉县公社辩护人办公室工作，还负责过少年法庭的监督管理。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美国的县级政府里他已经属于实打实的高级官员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的县可不是中国的小县城，它的权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地级市，甚至更强。你完全可以把圣克拉拉县理解成美国版的深圳或者是广州。像陈立人案发生的圣克拉拉县正是整个硅谷的核心地带，圣阿塞、帕洛阿尔托、库比蒂诺这些硅谷科技大城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施罗德的背景。作为分管全县少年法庭的官员，如果放在中国的体制里基本上就等同于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了，至少也是正处级甚至是副厅级的实权岗位。后来他选择脱下体制的外套，下海做了私人的辩护律师。但你别以为他就此就脱离了系统，他绝对是那种把政府的人脉、司法的流程、制度的漏洞全部拿捏的死死的角色，能攻能私，能打能拖，是典型的体制内长大、体制外收割的高手，是那种在律师行业资源丰富、人脉通天、公检法通吃的老狐狸狠角色。根据业界的口碑施罗德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时间、规则、程序和技术，在看似无望的死刑案当中为犯罪人进行无罪辩护，也就是为他的客户打开逃生通道。甚至在某些案子当中他成功的做到了让犯罪人逍遥法外30年，至今都没有归案。这个案子阿鹏会专门做一期谜案观察，敬请大家订阅关注。我们回到陈立人案件上来，自2024年1月案发以来，陈立人杀妻案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然而这场本应该尽快审理的谋杀案件却被反复的推迟，至今至少延期了5次。最荒唐的一次发生在2025年7月份，开庭用了仅仅不到3分钟就匆匆结束了。不是因为证据缺失，更不是因为法官缺席，而是因为辩护律师施罗德突然对法庭说，我刚刚收到了超过400页的新材料，需要时间来阅读。听上去合情合理，但稍微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这段话极其的蹊跷。一个经验丰富的顶级刑辩律师，怎么可能在开庭前的几分钟才突然发现案卷材料太多呢？这不是来不及准备，而是有意而为的战术性的拖延。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步骤，目的只有一个，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美国所谓的无罪辩护不仅仅是阐述事实，它往往是一种表演策略，尤其是涉及到精神病无罪辩护。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就是陈立人确实杀了人，但是他不是清醒的人，他当时精神错乱了，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个策略听起来很难，但如果要陈立人表演出精神错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时间。他们需要时间去请心理医生，去做精神鉴定，需要时间让陈立人学会如何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的说话和行动，并被人们观察到。而我们也绝对不能低估陈立人这样一个清华学霸出身、硅谷天才程序员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只要有剧本、有机会、有律师在旁边教，他完全可能在监狱里面，甚至在法庭上精心的演绎出一个精神病人应该有的样子。而拖延就是这一切表演能够发生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律师施罗德堪称老谋深算的拖延大师。他对美国司法程序里面的灰色地带了如指掌，深知如何用合理的程序请求来掩盖拖延审判的真实目的。
截至目前施罗德已经陆续向法庭提交了陈立人在4家医院的精神病记录，4位一体的专家报告相互独立、交叉验证、层层包装，已经在医学上成功的将陈立人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精神障碍患者。施罗德甚至把陈立人在看守所试图咬人、在法庭上用嘴叼照片的怪异行为写进了专家的意见当中，配合媒体的引导，制造出了陈立人精神错乱的人设。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施罗德声称他已经掌握了陈立人及其家人在中国的精神病历史的材料，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同时也埋下了伏笔。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案件的甲方，也就是代表受害者于宣一的检方，他到底做了什么。令人遗憾的是除了面对媒体的时候说了一句陈立人非常的恶劣，我们反对他保释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从案发到现在，检方没有组织独立的精神病专家对陈立人进行对等反向的精神评估，检方没有提出动议申请法庭中立的第三方精神病专家来监督整个过程是否被操控，检方甚至没有质疑辩方提交的精神病报告的来源、方法、评估的环境和观察的过程的完整性，就连陈立人前女友的小作文都没有争取到法官的批准，将他公之于众。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检方一直都是被陈立人的金牌律师牵着鼻子走。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检方不是代表公义吗？为居民伸张正义吗？怎么会在面对一个凶杀案的时候显得这么被动软弱呢？别急，阿鹏带你来看一下最新一期，也就是2024年圣克拉拉县检察官办公室审计报告，你就立马明白了。审计报告明确指出，圣克拉拉县的检察官普遍工作超过负荷，重罪检察官人均同时处理200个以上的在办案件，有的检察官甚至手头同时处理250个重罪案件，办案的负荷已经严重的失控，直接导致了员工倦怠，甚至影响到了对复杂重大案件的应对能力。人手不足的同时设备还落后，经费严重不足，层层撤走。报告指出有的检察官抱怨连基本的打印机都老化卡纸，想打印一份证据材料都费劲。有的检察官甚至还在用2014年采购的老旧电脑，运行又慢又卡，设备落后的甚至无法顺利参加视频会议，办案的效率极度的拉垮。审计报告还点名批评圣克拉拉县的检察官压根儿就没有服务导向，完全缺乏委托人的思维。很多检察官在和受害人沟通的时候根本就不上心，要么直接把活甩给受害者援助官，要么干脆不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检察官他是政府的公务员，办案不收钱，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人服务的，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正义。说白了，于宣一的悲剧于宣一家人的痛苦对于检方来说只是他们手头200多个案子里面不太起眼的其中一个，没有人是他们真正的客户，这才是问题的核心。阿鹏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这起谋杀案最终的判决陪审团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陪审团就是一群没有专业的法律背景、没有专业的医学背景的普通人，你给他们什么样的证据，他们就只能基于这些内容来做出判断。陪审团最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检方你到底有多愤怒，而是你有没有证据。到目前为止在法庭呈现的所有资料当中，关于陈立人是否有精神病的所有相关的书面材料全部来自于陈立人的一方，这将极大的影响陪审团的心理判断。如果本案的检方继续象征性的出场，继续摆摆手说2句愤怒的话，却不拿出办案经费，不组织专家，不给出精神病反向的鉴定报告，不积极的参与证据的博弈，那么陪审团最终将看到的就只有陈立人律师施罗德提供的一系列精神病鉴定的报告和证据。到那个时候法庭上来回翻滚的只会是焦虑、抑郁、人格障碍、童年创伤、精神失常这些字眼。你能指望一个普通的陪审员在深夜闭上眼睛的时候不反复的回想这些词儿吗？你觉得他会不会在心里突然冒出一句，也许陈立人当时真的疯了呢？到那时候陪审团所做出的选择，哪怕我们再愤怒再不甘心，也只能接受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一场制度层面的博弈，而这场博弈的最终输家很有可能不是陈立人，而是那个已经永远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受害者于宣一。感谢你收看本期的阿鹏频道，也请大家积极的订阅支持阿鹏，转发给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场关乎正义的较量，一起为受害者发声。同时阿鹏频道下期节目将深扒陈立人案的金牌辩护律师施罗德，看看他在过去4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如何为家暴男、谋杀犯、重刑犯洗白脱罪的，
是如何让有些凶手逍遥法外长达30年，至今都没有归案的。请大家订阅阿鹏频道，你的支持就是我做节目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